大家来台中玩，应该都到过审计新村，也应该会到过店外有许多摩埃像的铝盒，买台中10大伴手礼之一的铝盒泡芙，然后再来拍一拍完美照。但是我们这次将带大家到拉拉铺南馆，找一找铝盒所推出吸睛又好吃的限量款美食，到底好不好吃呢？跟着我们一起吃遍台湾吧。对啦，我们今天专门来拉拉铺，就是来买它的遇见贵宾。我之前呢就已经有看到它这遇见贵宾，是不是很可爱？所以我要来个2个，很可爱啊！它是什么用料？一个上面应该是肉松啦，就是肉脯，然后里面的话是大甲芋头内馅。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搭起来，所以我也不确定里面是什么样子。等一下就是实际的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遇见贵宾到底好不好吃。这是试吃的起司罗宋，是不是？先试吃看看。它的起司很浓郁，还不错哎。在哪里啊？哦，所以它起司罗宋的话，这边一个45块，推荐。我要大家要点一个，所以很谢谢他们的这个姓王王小姐，好谢谢。当然啦。圣诞节快到了，所以也要来一个应景的，所以我们再来一个米斯特红鼻子，它是日本面粉和卡士达的内馅哦，奶蛋酥都可以吃哦。小红鼻子的麋鹿，再来一个是老胡先生，它是日本面粉和奶酥啊，价钱的话自己看画面哦，是不是很可爱？再来的话就是刚刚有试吃过的起司罗宋，真的是很好吃的起司罗宋，因为它的起司的话是非常浓郁的那一种，给的还蛮大方的哦。我个人是没有特别爱好起司啦，但是它好吃到不点它实在是不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目前暂时这几个好了。当然，Hello， 再给我一下。当然还会点他们一定要买的这个泡芙。刚刚他们的王姐非常的热情，然后呢，她个人推荐的饮料是泰式奶茶。目前的话也只有在拉拉铺才有，所以我们来一个泰式，再来一个我自己这个很吃造型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摩埃，摩埃，所以也来一个，这个是冬瓜柠檬，它是新鲜柠檬汁再加冬瓜露。价钱的话，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还要在那个泡芙，对，就是你们的那个北海道。好，我们今天买了总共是2袋哦，然后它这袋子呢是满200才有这么精美的这个袋子，好，所以等一下就来试吃咯。好，我们买完了2大袋。我自己很喜欢拉拉铺这边啦，然后这次的铝盒的话，它是在拉拉铺的南馆哦。我相信我应该会在这段期间很密集的来吃拉拉铺的南北馆，因为它这边很多的美食，然后又好拍。好，所以我们紧接着来吃这个在拉拉铺这边限定的遇见贵宾。我现在呢要来吃这个遇见贵宾了，然后它这个有冷藏期限哦，冷藏期限的话是3天，这么可爱，不忍心吃它，而且它的鼻子应该是巧克力做的，因为我现在拿到我的鼻子旁边的时候，一直闻到那个巧克力的味道一直飘过来，很香，这太可爱了啦，叫我怎么忍心吃它？它的那个质感是很柔软的耶。我再吃一口，我懂了，它其实算是一个肉松面包，然后肉松给的非常的满，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芋头馅，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那个肉松面包，很好吃的肉松面包。
但是我个人觉得哦，它的造型是赢过它好吃，当然它也很好吃啊，不过它的造型真的太可爱了，真的太可爱了。所以为什么御正贵宾它会是拉拉铺这边的限量商品，有它的原因的。接着呢，来吃它的这个红鼻子，很可爱，而且它嘴巴怎么那么小一个，好可爱哦。这个我喜欢。内馅的话，它这应该是卡士达酱吧？给的很满嘞，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很好吃哦。我很喜欢它这个卡士达酱，给的很满之外呢，我发现它的面包哦不是那种特别甜的，所以它基本上呢，它的那个面包体又很扎实，然后又没有那么甜，其实是可以把那个卡士达酱的那个甜美的滋味有提升。说实在话，我不是蚂蚁人，但是它这样的这个滋味的话，我能够接受，很好吃。我吃一下它那个角好了。小饼干，但我觉得这可以成为它热卖商品不要只有圣诞节推出，好不好？好，接下来一样呢，是它的这个圣诞老公公。刚刚吃了红鼻子，现在来吃圣诞老公公。然后我这边要说一下，就是说拉拉铺它这边1楼它的这个占地还蛮广的，很多的 table。然后他们到了冬天呢会放暖气，夏天的话那个冷气实在是超强的。我自己非常喜欢拉拉铺，我都打算要在拉拉铺这边置产了。你看我是多爱拉拉铺啊！好啦，不废话了，我们紧接着来吃它的圣诞老公公。它基本上里面是奶酥而且我已经抓到铝盒它的面包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面包的话不是那种很死甜的，对，然后它会去凸显它里面内馅的它的这个美味哦。我自己是还蛮喜欢不会那么甜的面包，而且一样是给的很厚的那个奶酥。但假如说如果要比较呢，我必须要讲，我还是比较喜欢红鼻子，而且喜欢红鼻子到呢，我觉得它可以推出一个可以是常卖商品，好吃啊！虽然呢，我刚刚已经试吃过它的气死罗宋不过我这已经买了1颗了我就直接又再来吃一次。我刚刚这样拿起来，它那个气死啊，就是蛮黏的很厚很厚。它的 cheese 呢，就是非常的浓厚很绵呐，我只能说很绵。你看它的面包体也是非常的有韧性。再说可以知道它那个面包的面包香很好吃，好吃。它的 cheese 呢，已经有点 cream 的感觉了有点奶油的感觉。而且我比较贪心一点我觉得它假如说推出比较大的 cheese 罗宋面包的话，我也会买单，很好吃，非常好吃。好，现在来喝那个王小姐推荐的泰式奶茶，大力推荐。而且，听她这样讲，好像也只有拉拉铺才有卖，像泰式奶茶的铝盒的相关饮品。我很喜欢拉拉铺的铝盒因为我现在发现它真的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那个甜度都调得刚刚好，就不会太甜。就它的泰式奶茶的话，就是泰式奶茶，但是不是那种很甜的泰式奶茶王小姐推荐款。好，接着呢就是它的这个摩埃，现在来研究它到底怎么开。我刚刚以为直接要兜下去，也不是，是这样打开的。冬瓜柠檬茶嘛，对，冬瓜柠檬也是一样，它的糖分不是很多的那种冬瓜柠檬，造型很强，卖造型的一个饮料，淡淡的，有点比较偏水了。我们这一次呢，这一趟呢，其实是从这个中民店，他们的中民店，然后再到它审计新春店，跑了2家店因为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它的遇见贵宾是拉拉铺限定所以决定来拉拉铺这边直接开箱它的这个遇见贵宾限定款。我自己很喜欢逛拉拉铺啦，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呢，这次的铝盒因为说实在话，铝盒在台中的话算是名店了，已经开了还蛮多家的。然后它也是台中的10大伴手礼之一的名店所以它品质不会很差。好，我们现在就来吃它的这个大推荐款就是来这边台中观光好像一定要买的泡芙。但我必须要说呢，我心中有一个很难
很难被比下去的泡芙第1名，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铝合的泡芙是不是给它很厉害？它这个泡芙的话，很小巧一颗哈，就是它的造型有点小鲍鱼的概念。铝合它之所以这么红啊，就是因为它的泡芙打上了半壁江山，而且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奶油很满呢，非常的满。因为假如说是奶油控的朋友，应该会吃过很多的泡芙哦，有些泡芙它就是说外皮很厚，虽然素脆哦，但是它里面内馅就是给的没那么厚哦。但是呢，铝合的是很厚的，也难怪来到台中哦，就一定要买铝合的泡芙，有它的原因在的。虽然我必须要老实说，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就是中央仓储去做出来的，我猜啦哈。所以跟真正手做的话有一个差异，就是说它的因为手做的话马上就是现出会比较酥脆一点，它的酥脆度稍微的没那么好，但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好吃。好，接着来吃它的焦糖生乳泡芙哦。它外表烤的比较酥脆一点哦，但是它真正厉害的那个焦糖呢，它是藏在馅料里面的。我刚刚才知道。现在来吃的这个是现灌的牛奶泡芙，现灌的地方呢，它这边有个孔啊，就直接把馅料就是现灌进去，很酥脆。有听到那个卡吱卡吱的声音吗？所以它这个现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现做的吗？我不清楚啊，这个可能要请教他们店内的人员了。但是呢，它的那个皮是很酥脆的，我比较喜欢这种现灌的，好吃。接着来吃它现灌的巧克力哦，然后它现灌的呢，请在它1个小时之内哦把它吃掉。假如说你买来的这个期间呢超过1个小时，请赶快找个地方把它冷冻起来。所以相关的保存方式呢，可以请教它店内的服务人员。好，我来吃咯。一样，它的那个酱也是非常的满，再加上它很酥脆的皮，所以我自己哦比较下来哦，我比较偏爱的是它现灌的，因为可以吃到它很酥脆的皮。我喜欢吃酥脆的泡芙，再加上它的馅料很满很厚，很棒。这一趟吃下来呢，我们总共花了是537块。辉夜声波眠床垫，启动您的深眠旅程。每5人就有1人深受失眠之苦，随年纪增长，失眠比例越高。沉浸式的拉伸与按摩波动，找回您的黄金睡眠时刻。只要放在原本的床垫上，就可以快速升级睡眠体感。在睡前的黄金时刻，释放压力，透过伸展跟柔推温和结合，打造身体零酸痛。助眠舒压，舒腰放松，美腿顶压，从放松开始，深深好眠，深深入睡。辉夜声波眠床垫，透气舒适，睡得更安稳。片花组制作。